谭松韵兰香如故定档8月24，这一次她终于不再演恋爱脑，而是真正的大女主成长传奇。随着暑期档竞争进入白热化阶段，各大平台纷纷拿出压箱底的作品，希望抢占观众视线。而腾讯视频选择在这个时间节点推出 S+ 级古装大剧《兰香如故》，无疑是放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他们希望用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品质古装剧，重新点燃观众对于大女主题材的期待。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华语娱乐频道，观看我们的最新视频。根据目前公布的信息，《兰香如故》将于8月24日正式上线腾讯视频独播。还未正式官宣定档之前，平台预约人数便已经突破300万，这样的数据足以说明这部剧早已积累了相当可观的关注度。不过，在我看来，真正吸引大家的并不仅仅是预约数字，而是这部作品背后所释放出来的一种久违的创作态度。因为现在的古装市场已经太久没有出现一部真正把重点放在女性成长上的作品了。很多所谓的大女主剧，说到底还是围绕爱情展开。女主嘴上说独立，最后却还是依靠男主完成逆袭。剧情表面讲事业，真正推动故事发展的却依然是感情线。兰香如故似乎想要跳出这种套路。从目前公开的剧情来看，它更像是一部关于身份、命运、权谋与成长的故事，而爱情只是人物人生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这一点，我认为十分值得期待。故事的主人公沈佳兰，本是大学士府嫡女，拥有令人羡慕的身份与未来。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冤案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家族被灭门，曾经锦衣玉食的大小姐，一夜之间沦为逃亡之人。而真正改变命运的，是林府一位曾受沈家恩惠的家奴。为了报恩，他让沈佳兰顶替自己病逝女儿许兰香的身份活下去。于是，一个曾经高高在上的世家小姐，从此成为最低等的丫鬟。身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也意味着人生必须重新开始。这种设定其实并不少见，但兰香如故最大的不同是她没有急着让女主开始复仇，相反，她必须先学会活着。她要学会端茶倒水，学会察言观色，学会隐藏身份，更要学会在危机四伏的深宅大院中保护自己。她每天面对的不再是琴棋书画，而是主子的脸色、下人的争斗、复杂的人情世故。这样的成长比任何一句逆袭都更加真实，因为真正的成长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在一次次忍耐、失败、挣扎中慢慢完成的。而另一条故事主线同样值得关注。沈佳兰重新进入林府之后，发现昔日的未婚夫如今已经成为自己的主人。这是一个非常具有戏剧张力的设定。两个人身份互换，一个无法相认，一个毫不知情，这种关系天然就带有浓烈的宿命感。不过，根据目前释出的内容来看，剧集并没有把重点放在两人的爱情纠葛上，而是更多围绕女主如何调查沈家冤案展开。她白天低头做事，夜晚偷偷寻找证据，一点一点拼凑真相，一步一步建立自己的势力，最终执掌林府内宅，为家族洗刷冤屈。整个成长过程并没有所谓的天降贵人，更没有男主一路护送。他真正依靠的是自己的智慧、隐忍和坚持。这一点也是我最欣赏兰香如故的地方。因为真正的大女主不应该只是嘴上喊着独立，而是在关键时刻能够靠自己改变命运。相比剧情，谭松韵这一次的突破同样令人眼前一亮。过去这些年，她一直拥有极高的国民度，无论是青春剧还是都市剧，她塑造了不少深入人心的角色。观众喜欢她，
是因为她身上始终保留着一种天然的少女感，笑起来干净，眼神清澈，即使已经30多岁，依旧能够演出10几岁少女的灵动。但与此同时，这种优势也逐渐成为一种标签。很多观众开始认为，谭松韵适合演甜妹，却未必能够驾驭厚重的大女主。而兰香如故，或许就是她主动打破这种刻板印象的一次尝试。据了解，她将在剧中完成从16岁少女到80岁老人的年龄跨度。不仅如此，她还要同时演绎沈佳兰与许兰香2个身份。同一个人，2种身份，2种命运，2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这种表演难度远远超过普通意义上的一人分饰2角。从预告来看，他并没有依赖夸张的妆造去区分人物，而更多依靠眼神、站姿、动作和说话方式完成角色转换。贵女时期，她目光坚定，举止端庄；成为丫鬟之后，她主动收起锋芒，走路微微低头，端茶时双手更加拘谨，甚至连呼吸节奏都带着长期压抑后的紧张。这些细节也正是演员真正实力所在。更让我佩服的是，为了贴近角色，她提前学习了茶道、香道以及明代礼仪。拍摄期间，不少高难度戏份坚持亲自完成。高温天气拍流放戏，冬天拍雪景，受伤、化冻伤妆都尽量不用替身。整整155天拍摄周期，几乎始终保持高强度工作状态。对于演员而言，这不仅仅是敬业，更是一种对角色的尊重。另一位主演刘学义同样带来了不小惊喜。过去几年，他饰演了不少仙侠角色，俊朗、温润、仙气十足，几乎成为观众对他的固定印象。而《兰香如故》里的林锦棋却完全不同，她既有少年将军的意气风发，也有后来权臣的深不可测。随着剧情推进，人物心理不断发生变化，这种复杂性对于演员来说也是一次新的挑战。据悉，刘学义大量动作戏坚持亲自完成，在高温环境下连续拍摄，也展现出了相当强的职业精神。当然，一部剧能否成功，演员只是其中一个环节，真正决定口碑的还是制作。而这一点，《兰香如故》目前展现出的诚意同样值得肯定。剧组没有依赖大量绿幕，而是专门搭建了约40亩实景宅院，镜头中的庭院、长廊、水榭都拥有真实空间感，演员真正走在其中，镜头自然更有层次。此外，道具制作大量参考明代文化元素，花丝镶嵌、古籍装帧、传统器物等非遗工艺被融入画面。服装色彩偏向沉稳雅致，没有一味追求鲜艳华丽，而是更加符合时代背景。摄影方面，则尽量采用自然光配合柔和镜头语言，让整体画面呈现出一种古典而克制的美感。我始终认为，真正高级的古装剧不应该只是服装昂贵、场景宏大，而是能够让观众相信，那真的是属于那个时代的世界。如果这一点能够真正做到，兰香如故的品质自然会提升一个层次。当然，暑期档向来竞争激烈，每一年都会有多部热门古装剧同台较量，最终谁能成为真正的爆款，不仅取决于演员，更取决于剧本节奏、人物塑造以及后续口碑发酵。预约人数高，并不意味着一定成功，制作精良也未必能够保证爆火。真正决定作品命运的，始终还是观众。不过，从目前已经公开的信息来看，《兰香如故》至少让我看到了一种难得的创作诚意。它没有刻意制造工业糖精，没有把所有剧情都围绕爱情展开，而是试图讲述一个女性如何依靠自己的智慧、勇气与坚持，一步步改写命运的故事。
这样的作品至少值得给予更多耐心与期待。或许兰香如故最终未必能够成为今年暑期档最大的赢家，也可能它会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但如果它真的能够把女性成长、权谋布局、家族恩怨与人物情感有机结合，让每一个角色都有完整的成长弧线，那么它完全有机会凭借口碑实现长尾传播。最后，也想把几个问题留给屏幕前的大家一起讨论。你认为谭松韵这次能否凭借兰香如故彻底摆脱甜妹标签，开启新的演艺阶段？你期待看到一个真正靠自己成长的大女主故事，还是更喜欢爱情线占据主导的古装剧？刘学义这次挑战亦正亦邪的林锦棋，你觉得会不会成为他近年来最具突破性的角色？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观点。如果你喜欢这样的华语影视深度解析，别忘了点赞、分享这期内容，并订阅我们的频道，打开小铃铛，第一时间获取更多最新影视资讯与明星深度解读。我们下期节目再见。